舍友说我抢了他的富二代男朋友，我那天都看到你从他车上下来了。我茫然的眨眨眼，你说的那个男人是我家司机哎。我送给我家司机的包出现在了我舍友手里。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刚陪我爸和合作方洽谈好合作，临近毕业，我爸开始让我着手学习管理公司事务，美名其曰锻炼我，其实就是为了早点退休，和我妈过二人世界。刚回到宿舍，发现大家聚在桌子前，正在讨论着什么。欣欣，你回来了，你们在看什么呢？在看琳琳的新包。张琪转头和我说，这是她男朋友送她的七夕礼物，听说2万多块呢。我微微挑了下眉，有些惊讶。这包并不是当季最新款，巧的是我也有一个，现在并不值这么多钱。可是这个包现在价格……我刚想说话，就被刘琳琳不悦地打断。好学生，你能不能不要一回来就对我的包品头论足？哦，我还担心他被骗来着，但看起来他并不觉得自己被骗了。我懒得多管闲事，索性闭上了嘴。他看了我一眼，继续融入了大家的夸赞中。这算什么？被簇拥着的刘琳琳撩了撩头发，眼底骄傲的神色显而易见。这还只是一部分呢，七夕那天还会有别的。他说着低了下头，好像在娇羞。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说什么都不告诉我。哎呀，大家起哄声响起。男朋友有钱还这么宠你，羡慕了羡慕了。在一片起哄声中，我盯着他的那款包，这包怎么那么眼熟呢？好像是我前2天送给我家司机的那个。我记得我那款背后有了一道小划痕，不留意看根本看不出来那种。我仔细一看，他的这款包也有，我惊呆了。哎，江心，刘琳琳把我从震惊中喊出来。怎么了？七夕，你男朋友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啊？你男朋友一向那么宠你，肯定会很用心的吧？他是故意的，因为我和我男朋友是青梅竹马，在宿舍一直都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反观他倒是一直在换男朋友，分分合合，大家都习惯了。这次他觉得终于能压我一头，迫不及待把我拉出来。果不其然，大家的目光都转移到了我这边。我愣了一下，我和我男朋友2家最近又有商业往来，我们2个每天在一起，都在为这个项目努力。我完全把七夕这种节日忘记了。我反应了一下，实话实说，最近有点忙，还没顾得上。能送什么呢？无非就是钻石、珠宝、包包等等。可是我家300平米的衣帽间都快要盛不下了，所以前2天才清理了一批，其中就包括和刘琳琳手中格外相似的这款包。哎呀，我忘了，我们欣欣和她男朋友可是好学生呢。张琪有些阴阳怪气，最近都在忙着学习，等着以后过更好的七夕。刘琳琳轻哼一声，毕业季、分手季，你男朋友现在这样搪塞你，怕不是要和你分手了吧？我脸色一黑，哪有这样咒别人分手的？我深吸一口气，每个人的恋爱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最近只是太忙了。你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好？谁见不得你好了？他瞪大了眼睛，有些恼羞成怒。我只是好心，毕竟我男朋友说一毕业就要和我结婚呢，不需要我出去赚钱。我只是心疼你而已，像你和你男朋友这样的，再努力有什么用？他颐指气使地说，以后还不是只能拿几千块的工资吗？都不如我躺在家里，男朋友给的零花钱多。我震惊了，我没想到21世纪了，还有女生觉得男生给她发零花钱，让她在家做家庭主妇是好事，还值得拿出来炫耀。那好好的大学白上了吗？我不理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懒得和他多说，上床戴上了耳机，琢磨着什么时候搬出去。我以为包包的事情是巧合，却没想到还会有更多的巧合。第2天，我本来打算去图书馆，却看到周景白在宿舍楼下等我。你怎么来了？我想了想，是合同哪里需要改吗？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今天不聊工作。今天咱们去约会。周景白看来是很早就有所准备了。当他把后车厢满满的玫瑰花束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惊呆了。在我愣神时，突然我感觉到脖子一凉，
他给我戴了项链，我低头一看，是一个蓝宝石，前2天拍卖会上我见过，价值8000万，喜欢吗？我连忙点头，太喜欢了。我手指不断摩挲着那颗蓝宝石，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如果不是因为现在送戒指不合时宜，我就连那颗粉钻一起送了。我脸疼得红了，原来七夕只有我忘了，她一直都记得。惊喜过后，我们准备去看电影，便给我家司机林成打电话，让他把这满是鲜花的车开回去，把花放好。林成很快就来了，小姐您放心，我肯定照办。他带着鲜花走了，周景白订了餐厅，买了电影票，我开开心心过完了七夕回宿舍。一进门就看到刘琳琳桌子上放在一捧玫瑰花，不同于其他包装精美的玫瑰花，这个就好像是现采摘的一样，没有装饰，只用一根绳简单的绑着。我抿了抿唇，听到张琪问：“琳琳，你男朋友送你的花，为啥包装这么简陋啊？”刘琳琳神色一僵：“哦，我男朋友说这样方便，我直接放到水里养着，已经帮我处理好了。”他有些不自在，觉得大家没相信他的话，又说：“其实这个才不是礼物呢，我的礼物其实是这个。”他说着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小盒子，这是我男朋友前2天去参加拍卖会的时候拍下来的。拍卖会不会这样巧吧？我也跟着看过去，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只戒指。哇塞，拍卖会上的戒指可不便宜吧？张琪说：“那当然。”重新找回场子的刘琳琳恢复趾高气扬的样子。拍卖会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你们看这上面还有标识呢，你们可以百度查一查。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说完。那只戒指，我也有一个，是参加拍卖会送的纪念品，所以才会有 logo。这枚戒指被我那天回家时落在了车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应该就是我的那个纪念品。如果说昨天我还不确定她的有钱男朋友是谁，那今天这枚戒指我就确认她的男朋友一定就是和我家司机有关系的人。江心，你今天去做什么了？该不会还是去学习了吗？没有，我不满于他的语气，轻皱了下眉。我和周景白去玩了。那他送了你什么呀？没送什么，就一条项链，还有花。哦，大家兴致缺缺。我去洗漱，房间里说话声隐隐约约传了出来。装什么装啊？没钱还要过情人节，花瓣都没看到，别是没送吧？江心是不是分手了呀？我就知道他虚荣心强，舍友你一言我一语，听得我心里烦躁。我虚荣心强，那我就让你们看看到底是谁虚荣心强。七夕过完的第2天，我在公司和我爸吃饭。我爸看着我，忍不住说道：“小心，什么时候从学校搬出来呀？”我正在夹菜的手一顿。我爸说过很多次这句话。我上大学住宿，他就不满意，非要在学校旁边买套房。后来又说要花钱让我住单人寝室。快了！我爸眼睛一亮，以往我都是直接拒绝，这是第一次。我说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学校那边还有点事，等结束之后我就正式来公司实习。行，吃完饭你就直接回学校吧，让小林送你回去。我点头，好。我听说你前2天清理了一下你的衣帽间。对，东西太多放不下了。我爸沉默了几秒，放不下怎么不和我说？旁边那栋别墅也是咱家的，你可以把东西放到那里。好家伙，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买了隔壁的房子？好，着实有点惊呆了。我的东西是真的很多，从小我就是别人想要巴结我爸的渠道。每年生日，很多想要和我爸达成合作的人都会争相来我家送礼物给我。近2年这种情况稍缓。吃完饭，林成送我回学校，上了车，我打开隔层一看，我放在这里的戒指果然没有了。为了引起林成的注意，我故意翻找起来。小姐，你找什么呢？他从后视镜注意到我的动静，开口询问。我先是抬头看了他一眼，我们2个的目光在后视镜对视。我之前放在车上的戒指找不到了，他神色明显僵了一下，脸色瞬间就变了。
额头上有了不甚明显的一层薄汗。什么样的呀？他开口说话时，声音有些抖，就好像是咬着舌头在说话，也不甚清晰。我假装没注意到他这些反常，神色如常地说道：“就前段时间，我不是参加了一个拍卖会吗？就印着拍卖会 logo 的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一枚戒指。”他眨了眨眼，突然猛地踩下了刹车，惯性使然，我身子猛地往前扑，还好有安全带挡着，我头才没碰到前车座。缓过神，我发现我们和前车早就超过了安全距离，差点就要撞车了。你说那个戒指啊？他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目视前方，不敢看后视镜中我的眼睛。前2天我去洗车的时候拿出来了，放在家里了。我问：“啊，对。”他点点头，脸色极其不自在。你现在要吗？咱们回去拿。他是笃定我不会回去了，但我偏偏不如他的愿。行啊，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就前面掉头吧。他没应声，直到绿灯亮起，前面的车缓缓启动的时候，他才像是鼓足了勇气，和我对视，开口时声音沙哑的像是含了一口沙子：“小姐，那枚戒指被我送出去了。”送出去了？对，送给我女朋友了。女朋友？我之前是真的没听说他有女朋友，所以前2天也并没有把事情想到他身上。那你前2天和我要的包也是送给他的？他点点头，把车开到路边停下。他现在的状态确实不太适合开车，怪不得。我笑了一下，心里一直不太确定的事情终于确定了。什么？怪不得你一个男的说要我的包。前2天我准备清理一下衣帽间，把那些我不太喜欢的包包和衣服收拾出来，要是家里的阿姨有喜欢的就拿着用，没人喜欢的就扔掉。然后一向沉默寡言的林成在那天突然问我：“小姐，我能挑一个吗？”我有些惊讶，毕竟这些都是女生用的包，但面上什么都没说，点了点头让她挑。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对那款包印象那么深刻的原因。我没有不赞成你送你女朋友东西，我说，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想送她的话，就自己买，哪怕便宜也是心意。他松开方向盘，2个很明显的印子出现在他刚刚抓的地方。包是我送你的就算了，但是戒指你要还给我。好。他默默地发动了车子。到了学校，我要下车时，他突然开口道：“小姐，你不会告诉江总的吧？你觉得呢？”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原来他也会紧张啊。我以后不会这样了。他沉默了半晌，干巴巴的一句保证：“是吗？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没和我说明白的吗？”我看着他，神色放松。比如说，你在七夕送给你女朋友的鲜花是哪里来的？他怔住了，在他回过神之前，我下了车，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一下车，我就看到不远处的周景白，他戴着口罩，忽略旁边那些女生的注视，修长的手指低头敲着手机。看到我过来，口罩上方的眼睛弯了弯：“你怎么来了？江小姐都忙了这么多天了，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陪陪我？”他轻哼一声，少年独有的磁感嗓音让我刚刚被林成弄得难受的情绪瞬间消散。行啊，我今天下午都没事，都是你的。我说着把手机关了机，想心无旁骛地和周景白玩半天。我和他去了游乐场，离我们学校不远，正值夏天，暖风吹过，只想吃点冰凉解渴的东西。我去买冰激凌，周景白说：“你站在这等我一下。”他刚走，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我回头一看，是同班同学李倩。江心，你怎么在这？我和周景白出来玩。周景白，他皱了下眉。你男朋友？是啊。我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了？我和周景白大学刚开始就在一起了，按理说他不应该不知道。没什么。他欲言又止地看着我，不自在地笑了下。我刷到了论坛上你那条帖子，我还以为你在和。我皱起了眉，什么帖子？他摇摇头，没什么。我先走了。他这奇奇怪怪的态度让我心生疑惑。我把手机开机，打开学校论坛，然后惊呆了。
有人把我从我家那辆双色迈巴赫上下来那一幕拍下来了。我想了一下，应该是当时站在不远处看周景白的女生拍的。当时周景白在临城停车不远的地方站着，周围有很多女生驻足看他。周景白是校草，所以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习以为常，却没想到这个楼主拍下来之后，开始一想，捏造现实。江心学习好，又有一个这么帅的男朋友，有什么不知足的呀？我今天看到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记得他家似乎也不是太有钱吧？怎么能开得起这么贵的车？难道连学习这么好的都要靠姿色来生活了吗？我记得江心每年都领钱的吧？所以这样说他就是走了捷径，能让他的金主开这么好的车把他送到学校，还让周景白在不远处等着他。不得不说，学霸就是不一样，可以同时和两个男人和谐相处。这件事在论坛上引发了热议，我就像是地铁爷爷看手机一样，皱眉看着他们的评论。我确实每年都在学校领钱，但我拿的是奖学金，又不是助学金，怎么就判定我家很穷了呢？出现了误会，那就解除误会就好。我摸了摸我脖子上的蓝宝石，开始给楼主发私信，还没发出去，周景白就回来了。怎么了？他问。我抿了下唇，心里略微犹豫了几秒，把事情和他说了。林城拿了你什么？不是什么重要东西，就一个戒指。我想了想，补充道：就咱们去参加拍卖会那天送的戒指，他送给我舍友了。我和刘琳琳一直不对付，周景白知道，他是不是还没还给你？啊！周景白伸手揽过我的腰，低头舔走了我挂在嘴边的冰激凌。男朋友给你做主。不知道周景白和林城说了点什么。晚上要回宿舍之前，林城就把戒指送到了我们吃饭的地方，看向我的眼神中带着闪躲。林城，我没欣欣那么好脾气，如果下次你再拿欣欣的东西，我觉得就有必要让你和你妈妈、你妹妹一起走人了。你觉得呢？林城慌乱地眨了下眼睛，陪笑道：当然，林城的妈妈和妹妹都在周家的公司上班，那这样最好。周景白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这件事我就不惊动江叔叔了，但是如果有下次，周少您放心，没有下次了。林城看了我一眼，试探着问：那我就先回去了。看好你的女朋友。周景白又说了一句，神色认真起来。景白，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处理好的。我今天已经和林城说过了，他和你相处了2、3年，知道你心软，最后这件事可能就会不了了之。周景白说，毕竟你是个女孩子。我抿了抿唇，刚想说话，周景白就凑近我，低声哄道：下次出现这种事也要告诉我，男朋友给你撑腰。他懒散的语气中带着笑意，让撑腰吗？让。我刚刚已经联系了发帖的那个人，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的。好，虽然我自己也可以解决，但是有人撑腰的感觉就是爽。本来有些烦躁的气氛瞬间没了。回到宿舍，一片寂静，我没当回事，正常洗漱完上床。江心，刘琳琳不悦的声音划破这沉默的气氛。你和我男朋友到底什么关系？和林城。我眨了眨眼，难道林城的身份他自己向刘琳琳坦白了？江心，你太过分了。他猛地拉开帘子，眼眶通红，像是在努力压抑着情绪。雇佣关系？我言简意赅。呵，他冷笑一声，怎么看着我男朋友有钱，听着我那天在宿舍说我毕业以后我男朋友要养我，你很羡慕嫉妒对吧？你看我男朋友是富二代，开着迈巴赫，心动了是吗？就做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对吧？我抬起眼皮看他，我没和你男朋友在一起，还有你男朋友根本不是富二代。没说完的半句话硬生生被刘琳琳打断。我在论坛上看到照片了，他说：江心，你太爱慕虚荣了，见到有钱的男人就勾搭，你是多不要脸啊！我不要脸？你拿着我的东西说我不要脸？我气笑了，还没来得及说话，张琪也加入了战斗。江心，
你要是真的抢了琳琳的男朋友，你就赶紧承认吧，毕竟大家一个宿舍的闹僵了就不好看了。你学习这么好，以后肯定能找到好工作，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她一脸惋惜，其中夹杂着多少幸灾乐祸，只有她自己知道。谁抢她男朋友了？江心，你别不承认。刘琳琳下床，拿过我随手放在桌子上的戒指。这个戒指盒，如果没看错的话，是我前2天拿回来那个吧？怎么就偏偏这要巧？今天我男朋友和我要回去，转头就出现在你这里。我本来也没打算怀疑你，但是这些证据让我不得不怀疑你。他说完，眼睛里有2滴泪适时滑落。我见犹怜，不愧是能让林城偷东西的人。说完了，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完，见他们没什么补充了，才开口：你就没什么要解释的吗？第一，我和你男朋友清清白白，我自己有男朋友，他开的那辆迈巴赫是我家的，他只是开车送我上班和上学的。第二，他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这枚戒指本来就是我的，是我和周景白去参加拍卖会送的赠品，真正的拍卖品是这个。我说着就把隐藏在衣领下的蓝宝石拽出来，神色很淡地看着他们，看明白了吗？不可能。和我的平静相比，刘琳琳脸色难看极了，声音也格外的大。我知道你在说谎。她轻哼一声，你不就是怕让别人知道你是小三吗？我明天让我男朋友来戳穿你的谎言。我倏地笑了，怎么，你看起来并没有打算和你男朋友分手？我为什么要分手？他翻了个白眼，是想我和他分手刚好成全你吗？你想的没哪个男的不偷腥啊，但是正宫永远是正宫。说着挑衅地看了我一眼，少给自己加那么多戏了，没人愿意和你抢他，那你明天可千万别被打脸。打脸，被打脸的会是我吗？行啊，你让他来，我正好让他帮我搬行李，我准备搬出宿舍。我给林城发消息，让他明天来接我，提前和宿管阿姨打过招呼，他很快就来了寝室帮我搬东西，只剩最后这一点了是吗？林城来回搬了4、5趟，最后指着地上那点零碎的东西问。我点点头，正想着要不要拖延一下时间，让刘琳琳看看她所谓的富二代男朋友是如何帮我搬行李的。我男朋友说今天有工作要忙，就不来找我了。刘琳琳的声音透过门缝传了进来。那江心那边怎么办？张琪停顿了一下，他今天好像就搬出去了。他如果不心虚，搬出去做什么？也是。话音未落，他们推门进来，刚好和抱着东西的林城碰到了一起。林城，刘琳琳惊呼出声，林城也僵在原地。江心刘琳琳一个猛冲，到我面前扬起了下巴。这就是我男朋友，你还说你和他没关系，昨天说你死不承认，然后今天就迫不及待想跑路，没想到被我发现了吧？真会脑补。我还一句话都没说呢，林城好似还没从我和刘琳琳竟然是舍友的震惊中回过神。林城，我开口道，不和你女朋友解释解释，你说话呀。刘琳琳推了林城一把，他怀里的东西噼里啪啦掉了一地，惊得他回过神。林城猛地抓住刘琳琳的手腕，低声呵斥：你怎么在这？我怎么不能在这？刘琳琳一把挣开林城的桎梏，怎么，没想到我会和你的小情人在一个宿舍吧？是不是还打算带回去金屋藏娇啊？你在瞎说什么？林城脸色苍白，很凶。我哪里说错了？刘琳琳瞪着他，看了我一眼，像是猛然回过神。我都看到你们在一起了，难道你还想狡辩吗？林城冷笑一声，我倒是想和江小姐在一起，我配吗？她要是能看上我，我能和你在一起。刘琳琳被这样一句话震在了原地，张琪站在门口，一句话都不敢说。林城没再搭理刘琳琳是什么反应，径直走到我旁边，不经意间微微弯着腰，露出很恭敬的表情。小姐，这些东西……我垂眸看着地上七零八落的东西，淡淡收回目光。算了，不要了。哎，好的，我送您回去。明显的讨好意图，我心里觉得好笑。
站起身走到刘琳琳面前，漫不经心地说：“刘琳琳，你的男朋友你自己宝贝着吧。”说着就走了出去。林城有一句话说对了，我是真看不上他。回去的路上，我靠在后车座给周景白发消息说我搬出来的事，却发现林城在频频看我，专心开车。好的，他匆匆别开视线，看着前面的路况，车子在一个红绿灯路口缓缓停下，我才不紧不慢地开口：“你用这辆车载过刘琳琳？”车内一片安静，几秒后，他含糊应了一声：“嗯。”你和他说这是你的车？嗯，所以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你的情况，拿着我的东西，开着我家的车装富二代。我每次和他出去玩回来之后都会洗车的。您放心，我不放心。我深吸一口气，这是我的车，我不想让别人坐我的车，和会不会洗车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我懒得和他多说。回家之后，我就告诉了我爸。你是说他用你的车冒充富二代，还让你被欺负了？我点头，我知道了。他转头和旁边正在打扫卫生的阿姨说：“去把林城叫过来，让他到我书房来。”林城不一会儿就来了，看到我坐在书房的沙发上，脸瞬间就白了。我找你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我爸说：“您说，我听欣欣说你和他大学舍友在谈恋爱。”林城点点头。恋爱自由，但是你用我家的财产冒充富二代，还让欣欣被误会，我觉得你不适合再当他的司机了。你觉得呢？林城诚惶诚恐地看了我一眼，低垂着头，好半晌才点头。你明天去公司递交一下离职申请，去财务部领3个月工资。林城猛地抬起头：“不是换岗吗？”“不是，江总，请您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改的。”我爸深黑的眼睛看着他，好半晌才说：“林城，你也知道你这份工作我是看在周总的面子上给你的。”林城今年大专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恰巧他妹妹大学毕业入职了周景白家的公司，听说我家这边要找一个开车的司机，他就托人打听，然后花了很大一番力气才到我家，之后又安排他妈妈在公司打扫卫生，所以可以说，如果他离职了，那么他妹妹、他妈妈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林城坐在书桌前，眼里闪过一丝不甘心，但最终还是咬了咬牙，站起身走了出去。这件事情处理完，我就开始了和周景白2个人共同奋斗的日子。我们一起策划的项目正在逐步推进。这天，我们来实地考察，合作方给我们安排好了酒店。我洗澡出来的时候，周景白正躺在床上看手机。看什么呢？他们说要去同学聚会。周景白面无表情地说，像是突然反应过来旁边的人是我，语气和脸色都缓和了下来。我已经同意了。我微挑了下眉，有些惊讶。你已经同意了？我掀开被子，属于周景白身上的温度顺着被子传了过来，还带来一阵和我身上一模一样的沐浴露。我拿起手机，点开一看，发现群里有好多消息，还有艾特我的。我点到最新未读，开始慢慢往下滑。过2天就要实习结束毕业了，要不要一起聚一下吃顿饭？可很多条复议的消息之后，有人开始统计人数，因为我和周景白都在忙，都没看到消息，所以群里就有人艾特我们。紧接着，刘琳琳在下面说话了：“江欣最近是不是不太方便啊？要不我们别叫他了吧？周景白你来吗？”这2句话就有意思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情侣，我不方便来，然后问周景白来不来，这不就在暗示同学们我们已经分开了吗？果然，下面同学们很快就提出了疑惑：周景白来的话，江欣也会来吧？刘琳琳他们2个分手了，我也不知道啊，我没这个意思。刘琳琳的最新回复在2分钟前，然后我接着就看到周景白回了一句消息：我和江欣都会去，我们感情很好，已经在准备订婚。勿念。我手指微微停顿了一下，笑弯了眼睛，偏头看周景白。周景白还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只是微微发红的耳朵，
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终于，在我炙热的目光下，他不淡定了，转头看我：“你笑什么？”我眨了眨眼：“我们要订婚了。”他被问得猝不及防，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我就是不喜欢他们说咱们要分手的言论。我凑近他，靠到他怀里。我也不喜欢。他摸了摸我的头，突然问：“我送你的蓝宝石呢？”我摸了摸脖子，想了下，那个太贵了，平时我舍不得戴，放家里了。周景白点点头。同学聚会，你想去吗？他都替我同意了，现在才想起来问我去。我凑过去，在他喉结上亲了一下，滚烫的鼻息打在他脖子上，让他喉结很快地滑动了2下。不然他们以为我们要分手了，我们才不会分手。说完，他微微低头，用力地吻了下去。后来同学群里再说什么，谁都没去管，也没时间管。到了同学聚会那天，我和周景白洽谈好最后的合作，到的时候有点晚了，大部分人都到了。一进去，我就看到了刘琳琳，她身上穿着香奈儿当季最新款，手上戴着一个3克拉左右的钻戒，妆容精致，手机也换了最新款的，新做了美甲的手指在上面敲敲打打，发出砰砰的声音，在这个还算安静的包厢里显得格外突兀。听到动静抬头一看是我，轻哼一声偏过头，和旁边张琪窃窃私语。我有些疑惑地皱起了眉，他看上去过得比在学校还精致了。如果我没猜错，他家境只能算小康，根本负担不了他这个花销。来来来，快来坐！班长站起身，热情地迎接我们。我收回乱七八糟的思绪，坐下听同学们说他们的实习经历。成年人的饭桌上少不了酒，到了中途，大家都喝了不少。哎，江心，你在哪里实习呀？我们怎么都没看到过你们？酒壮怂人胆，平时都没什么交集的大家，借着酒精的催化，很多好奇的话都敢说出来了。我在盛安集团是做什么的？随便做点什么。我不想和他们多说，更何况他们现在一看就不太清醒。哦，那不错，不过我们都没有人家刘琳琳有福气。我转头看向刘琳琳，刘琳琳坐得很端正，微微仰着头，看上去很傲娇。那当然，说到刘琳琳，张琪一定不会缺席。在我们都去企业当卑微的打工人的时候，我们琳琳每天可是坐在家里吹空调，喝下午茶呢。一时间，包厢里的气氛重新热闹起来，只不过都是大家的感慨声。没有啦，刘琳琳拢了拢烫的恰到好处的头发，只不过是我男朋友心疼我，不想让我出去工作，每个月光零花钱就有20万呢。哇塞，琳琳，那你男朋友肯定很有钱吧？还行吧，他矜持地说。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我男朋友要带着我去和盛安集团的老总吃饭，说要给我介绍工作，我就先走了。他要来接我，说着就站起了身，和盛安集团老总吃饭，开什么玩笑？或许他换男朋友了。好奇心驱使，我也走了出去，然后就看到一辆保时捷在酒店门口缓缓停了下来，车门打开，来接刘琳琳的人是林成，只不过他和之前也不一样了，穿着高定西装，手腕上的表大概价值800万。他的家境我是知道的，他怕不是彩票中奖了吧？可能是我的目光太拙劣，林成感觉到了，他朝我这边看过来，看到我的那一刻，快速偏过了头，像是做贼心虚。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疑惑的种子，去洗手间洗了个手就往回走。刚把包厢门打开一条缝，就听到一个男生站起身，指着周景白说：“兄弟，你也不容易。”周景白抬起眼皮，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你女朋友都把你绿了，你还要和她订婚？”周景白把手里的酒杯放下，声音很冷：“你喝多了吧？你知道我是谁吗？”哎呀，周景白！张琪站起身，走到他旁边：“我们都听说了。”听说什么了？江心找了一个有钱的金主，听说比他年龄大20多岁呢。他之前搬出宿舍，就是去和这个金主同居了。他说他在盛安集团工作，我看他的金主怕不是盛安集团的某位董事吧？周景白脸色铁青：“
你听谁说的？刘琳琳她男朋友说的。她男朋友是盛安集团的高管，却被老董拉来当小情人的司机，心里不平衡就说出来了。周景白，是吗？张琪丝毫没觉得周景白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对劲，只以为是他得知真相后太生气了，于是再接再厉，干脆一口气吐了个干净。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只有江心还觉得自己隐瞒得很好，拳头硬了。这么造谣我是吧？我先是在手机上找出那天我和林成在车上的录音，又找出我和我爸我妈的全家福。我原来都不知道各位原来对我有这么多误解。我推开门走进去，把手机放到桌上，大家都没想到我能听到，面面相觑。江心，你躲在门外偷听我们说话，这就没意思了吧？张琪翻了个白眼。而且大家哪句说的不是事实？巧了，哪句都不是事实。我点开录音，那天在车上还有在我爸书房的对话，清清楚楚传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播放完了，大家安静下来。我冷静地说道：我在学校期间是因为不想和同学们有太大距离，所以从来没有主动炫过富。但是这样反倒让大家误会了。刘琳琳的男朋友之前就是我家司机，他之前开的双色迈巴赫是我爸送我的礼物。我家车库里像这种价位的车还有很多，因为他开我家的车，拿我的东西装富二代，我们选择了和平解约，并支付了3倍的工资。至于我实习，我是在我家公司工作，是公司副总，不告诉你们是怕你们自卑，而不是我心虚。最后至于我男朋友周景白，他和我门当户对，我们是青梅竹马，马上就要订婚了。你用可怜他，有这个时间可怜一下在座的各位吧，看看你们是怎么酸别人的。我最后把我家的全家福打开，让他们粗略看了一眼，看清楚，这个人是我的金主爸爸，不过是亲生的。我停顿了一下，如果有不认识的，欢迎百度百科。我和周景白出来的时候，听到他们小声讨论，所以江心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啊？什么？我竟然和集团千金做同学？周景白一路任我牵着，消气了。我点头，片刻又蹙起眉。不过我还有个疑问。什么？我把我看到林城的事情说了。他沉默了片刻。这件事还是得告诉江叔叔，毕竟他突然暴富，从哪里看着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比如那会刘琳琳说要去和盛安集团老总吃饭，回到家，本该应酬的老总正靠在沙发上泡脚。爸，您今天没出去？怎么？他抬眼看我，生怕我把担子给你。不是，我今天看到林城了。我开门见山地说。林城，他怎么了？我把今天的事情和他说了。行，我让人调查一下。他显然没当回事。你和景白负责的这个项目完成得很不错，我觉得过2天正式落实之后，我就可以放心把公司交给你了。救命！有一个随时都在想着退休的老爸是什么体验？第2天，我发现我的蓝宝石项链不见了，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忙，所以我就放在家里了。今天才算正式闲下来，打算收拾一下去公司，却发现项链不见了。我记忆力很好，放在哪里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记错。8000万的项链不是小数目，我立马调了监控。经过仔细一看，在很早之前的一个周日，别墅的阿姨们放假，我爸和我也都不在家。林城回来过，他进了我的房间，不仅拿走了项链，还拿走了几个包。联想到林城突然的报复，好像一切都有迹可循。这涉及金额数大，如果报警，林城绝对会被判刑。我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刚要准备报警，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是林城。小姐，我知道你昨晚看到我了，我想找您聊聊。聊什么？我看着空荡荡的盒子，聊你是怎么拿了我的蓝宝石项链，还是 LV 的包包。小姐，我是一时鬼迷心窍，求你别报警。我深呼一口气，良久才轻声开口：不可能，我可以把钱都还上。虽然你觉得把钱还上就可以了，但是你犯罪了。
他还想说什么，我却不想再听了。去上班之前，我报了警，把监控交给了警方。到了公司，助理小张给我报告着今天的工作任务，我面无表情听着。经过1楼办公室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我仔细一看，是刘琳琳。等一下，那个人是……小张看了一眼，立马解释，那个人好像是高主管介绍来的人。好，去把高主管叫过来。我说着就迈进了休息室，正在和刘琳琳沟通的人事部的员工看到我，站起身刚要出声，刘琳琳就惊讶地看着我：“江欣，他要入职。”那个员工点点头：“今天来报道，是吗？他连实习经历都没有，大学的成绩也不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他是怎么通过面试的？”那个员工一脸为难：“是我招进来的。”财务部的高主管走到我面前，笑着说：“这是我朋友，朋友就可以走后门了。江欣，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就是觉得我入职了你不平衡吗？有本事让你的金刘琳琳一看到手的职位马上要没，不敢和旁边的主管说，只能吼我：闭嘴吧你！”高主管低声呵斥：“你疯了？你知道这是谁吗？不就是江欣吗？我认识，这是我们小江总。”他低声说完，一脸忐忑地看着我：“小江总，高主管，我觉得招聘要公平公正，你觉得呢？您说的是。”我轻易点头，转身离开了。听到高主管朝刘琳琳吼道：“你差点害死我了，要不然林城一直求我，我才不会管你。看来不管是对的。你差点害死我，你知道现在公司都是小江总说了算吗？”我勾了勾唇，走进了办公室。没一会儿，我爸打来电话，做完笔录了。林城已经承认了，接着打官司就可以了，剩下的你就不用操心了，安心上班的。我怀疑您是为了不上班才主动揽的活。林城触犯法律，本来警察要求我去做笔录，但今天公司还挺忙的，我爸主动揽下了这个活，让我来了公司。到了快中午的时候，我下楼准备吃饭，突然看到刘琳琳从角落里冲了出来：“江欣，我要杀了你！是不是你把我男朋友送到警察局的？你太阴险了！”说着就要扬手打我。我一只手抓住他的手，猛地一甩，把他推到了地上。林城偷别人的东西，自作自受，怎么就是我的错了呢？我不管，如果不是你，我现在也不会，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都是你。我懒得听他多说，直接喊了保安，把他赶出去了。以后别让他靠近这里。林城的判决书很快就下来了，鉴于他认错态度良好，交代完整，判了15年。1年后，我在一个宴会上再次遇到了刘琳琳，她穿得很奢华，但性格却和之前大相径庭，畏畏缩缩。看到我之后，张了张嘴，却没说什么。直到我去洗手间：“江欣，我求你救救我！”她腿一弯，就要给我跪下。我皱眉看着她，不知道她在玩哪套。“你干什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找富二代了。我求你救救我！”他都不把我当人看的。说着就把袖子撸了上去。我一看，瞳孔猛缩，他的小臂上密密麻麻的青紫，还有没有好全的淤血。林城进监狱之后，我和他分了手。我知道我长得漂亮，就继续寻找富二代。我现在的男朋友高凯之前对我很好，我和他结婚之后，他总是动不动就对我拳脚相加。我没有工作，父母也不要我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听说今天你会来，我想求你帮帮我。我蹲下身，和他平视，很轻地叹了口气：“刘琳琳，你现在这样就是自作自受。你当时如果能踏实一点，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是不是也挺好？”“是的，我后悔了，但是我现在……”他话还没说完，我就看到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走了进来。“妈的，老子找你半天，你就躲在这里！”他说着就揪住了刘琳琳的头发。刘琳琳瑟缩了一下，想挣扎却又放弃了，这让我的心没由来的紧了一下。“高总！”我出声制止了他。他朝我讨好的笑笑：“江总，您和贱内认识？认不认识？您这样公共场合做这样的举动，也不太妥当吧？”“那是当然。”
我这就把他带走。说着就把他拽起来，握着他布满青紫的手腕，强拉硬拽地离开了。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犹豫了几秒，拿出手机拨打了。我只能为他做到这里了，以后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爸妈春运时将我活活塞进行李箱逃票，省下的车票钱可以给你弟弟多买一双新球鞋。全程20-30个小时的火车，我一直静静待在行李箱，直到缺氧而亡。回家后，爸妈先带弟弟去游乐场，看了一整晚跨年烟花，才终于记起遗忘在行李箱的我。可大冬天，我的尸体早就冻得无比僵硬。妈妈朝我啐了口，非要死在这个时候，大过年的，晦气死了。他们要了5000块，就将我与王嫂早逝的傻儿子合葬。再睁眼，我重生了。贤贤，明天我们就回老家过年了，乖，快过来将衣服脱了，把自己塞到这个行李箱，试试尺寸够不够。到时候你就躲在这个行李箱里跟我们上火车，这样就可以省些钱，给弟弟多买双球鞋了。听到这话，我五雷轰顶，意识到自己重生了。前世也是这样，我们一家4口回老家过年，爸妈为了给弟弟多买一双新球鞋，把我塞进行李箱逃票。我因为缺氧发出的求救声虚弱，被火车上嘈杂的声音淹没，以世界上最绝望的方式窒息而亡。由于弟弟吵着要去游乐场，他们就连下火车了，也忘记把我放出行李箱。我冰冷的尸体无人问津，隔了1天1夜才被他们发现。但他们没有丝毫懊悔与难过，只是嫌我太晦气，毁了他们过新年热闹又团圆的气氛。摊上这样的赔钱货真倒霉，要死也不挑个好时候，非要死在大过年，晦气死了。他们将我扔下楼，事后向众人解释，我家丫头不懂事，性子特别顽劣，非要抢他弟弟的玩具，不小心滚下楼梯摔死了。为了快速解决我这个麻烦，他们向村里的王嫂要了5000块，就将我许配给王嫂不小心落水死去的傻儿子，还沾沾自喜，我们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还不忘在地下给他找个老公照顾他。可最讽刺的是，王嫂给的5000块也全用来给我弟弟冲进游戏买装备了。想到在黑暗狭小行李箱里快要窒息，因缺氧连最后的求救声都发不出的恐惧，我的眼睛有些湿润。这大概就是世界上最绝望的死亡方式吧。最亲的人就在身边，可也恰恰是他们亲手将你推向地狱。这一世，我绝对不要重蹈覆辙。见我发愣，我妈那温柔的面容有些僵硬。怎么，林贤你不愿意？妈妈一向最疼你了，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不听话？我爸平时一直叫我赔钱货，动不动就打骂我。可我妈不一样，每次我爸拿沾盐水的竹条抽我，我妈都会拦一拦，然后看着我身上的皮开肉绽的伤痕和抹血的鞋印，都会叹气，说我爸太狠了。他会用鸡蛋给我敷被打肿的双眼，还会用棉签给我擦消毒水。可提议将我塞进行李箱的是他，嫌我死在新年晦气的是他，将我卖给早死的傻子做媳妇的也是他。明明相比弟弟，我是那么懂事，知道爸妈赚钱辛苦，懂事的将自己缩在行李箱，为他们省下车票钱，懂事的竭尽全力不发出一点声音，使检票员不发现我逃票。可我再懂事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被遗忘冰冷的行李箱，还不是只换来那句丫头性子极其顽劣，为了抢他弟弟的玩具摔死了。所以这次，妈妈，我不想再懂事了。我摇摇头，故作不解地问，可是妈妈，弟弟身体比我更小，他钻进行李箱更容易呀。我妈脸上浮起一丝尴尬，但又想到一向对他乖巧顺从的我，突然之间反驳他，又变得有些不悦。你怎么这么不安好心？弟弟还小，在行李箱待上20-30个小时，出意外怎么办？我哑然失笑，原来他们也知道长时间待在密闭空间可能出意外啊。那我呢？妈妈，你们不担心我出意外吗？我问。我妈眉头一横，你这么大了，
怎么还不懂事？做姐姐的难道不应该让着弟弟吗？非要害弟弟替你受苦？我鼻尖酸涩。明明躲在行李箱逃票省出来的钱，就是给弟弟买新球鞋呀，为什么现在却变成了我害弟弟替我受苦？脑海中浮现起爸爸喝醉时拿着皮带去抽不做作业打游戏的弟弟，我妈拼命抱住我爸的腿拦着，被我爸一脚踢开，我心疼地护住我妈。到最后，爸爸所有的怒气全部发泄在我身上。那一晚，我的额头被烟灰缸砸出一个洞，暗红的液体止不住地流，我就像个失去生命的破布娃娃一样，奄奄一息躺在厕所墙角。可妈妈只顾着护住抱着游戏机的弟弟，未曾分给我一个眼神。这次我不想替任何人受苦了，我平静地说：“逃票省下的钱不是用来给弟弟买球鞋的吗？为什么让弟弟钻行李箱是弟弟替我受苦？”我妈又愣住了，显然她自己也没想到这层关系。一旁的我弟似是觉得很好玩，来了句：“妈，我可以躲在行李箱，我是男子汉，不怕黑的，也不像姐姐这么娇气。”我松了口气，这次轮到弟弟承受我前世的绝望了。我妈却不赞同地看向我弟：“林家耀，大人的事你少管，一旁写作业去。”说着，我妈又转头与我对视，想通过目光逼我懂事点，替弟弟躲进行李箱。见我没有反应，她又用激将法刺激我：“哎，女儿就是不如儿子懂事。”以往我总是被她这句懂事绑架，期待爸妈在疼爱弟弟的同时，抽出一丝余光注意到我。可前世为了得到爸妈一丁点的目光，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次我不需要了。见我不说话，我妈叹了口气：“林贤，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一声不吭，独自回房，收拾起自己的行李，准备明天随他们一起坐火车回老家。我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我根本没几件衣服。妈妈说家里穷，我要学会勤俭节约，所以从小到大，我根本就没有买过新衣服，仅有的几件是捡妈妈穿旧的、沾着油污的。我就是同学们回忆中那个衣服永远不合身、性格孤僻不合群、永远坐在垃圾桶旁的异类。叠衣服时，门外传来我妈和我弟大声的对话，显然故意让我听到：“家耀，明天就要回老家了，走，我们去接你爸。到时候我们再带你去大商场买几身新衣服。回老家时，保准同村的娃都羡慕你。”我弟洋洋得意地问：“妈，不带姐姐去吗？”她呀，不听话，穿什么新衣服，只会惯得她越来越虚荣自私。大门就这样被砰的一声关上。我自嘲地笑笑，每一个新年，我都只穿不合身的旧毛衣和学校发的秋季校服，臃肿滑稽。如果买身保暖的棉服算虚荣的话，那弟弟一次性要买好几身名牌羽绒服算什么呢？晚上，我爸妈果然没有回来。我想，他们一家三口大概在吃所谓的肯德基。我啃着家里唯一的食物，炒剩下的半截腌了的黄瓜，肚子咕咕作响，接了点自来水，一边喝水，一边把手中的黄瓜想象成滋滋冒油的炸鸡，狼吞虎咽。直到我准备洗澡上床睡觉时，他们还没回来。伴随着哗哗的水声，我安慰自己，没关系的，重生回来的我终于改变了被行李箱闷死的命运。这次不知道弟弟走上我前世的结局时，爸妈会是什么心情呢？正这样想着时，浴室门被人推开，我一回头，映入眼帘的就是我爸那张怒目圆睁的脸。还不等我反应过来，那根时常在我噩梦中出现、沾着盐水的细竹条已经抽在我身上。林贤，你长本事了，竟然敢教唆你弟弟代替你躲在行李箱逃票，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我光着身子，被抽得皮开肉绽，狼狈得像只老鼠一样四处乱窜，卑微求饶：“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爸早就抽红了眼，他加重手中的力道：“3天不打上房揭瓦，叫你不听话，叫你自私自利，叫你不爱护你弟弟。”我弟弟在一旁拍手助威：“好好好，打得好，活该！
这死丫头就是该打。瞬间，往日里被爸爸殴打的一幕幕全部在脑海中闪过。最后的画面是前世我爸踹在我冰冷尸体上，将我踢下楼梯，伪造我意外身亡。为什么把我的生命看得如此卑贱？我彻底忍不住了，把开水阀拧到最大，拿着开水喷头对准我爸的脸喷射，70-80度的开水将我爸烫得嗷嗷直叫。我趁此拿上衣服逃出去，出门时对上我妈的脸，我只觉得异常难堪，对我妈的最后一丝期待彻底消散。我不知道我妈在我爸背后怎么渲染我的，但拨开那层对亲情渴望的迷雾，我看清了许多。其实，我妈和我爸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每当我不懂事、不听我妈的话时，我爸当晚总能莫名其妙将我打个半死。以前我只以为我爸单纯是厌恶我，把生活的不如意发泄在我身上。现在我想通了，没有我妈的添油加醋，我爸怎么能把自己的亲骨肉往死里打呢？至于我妈为什么要这么做，无非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每当我爸打我一巴掌，我妈就给我颗甜枣，好让我记着她的好，给整个家当牛做马一辈子。我跑回自己房间，将门反锁。外面，我爸还在使劲砸门咆哮：“林贤，你个白眼狼，敢拿开水烫你老子！没见过你这么狼心狗肺的！”我把简陋的书桌推到门后，不吱声。冷静过后，我才想起自己不过是个小学生，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不能和我爸妈正面硬刚，否则我会死得很惨。但同样，重活一世，我绝不会再任人摆布，燃烧自己的生命，为弟弟照亮。不知过了多久，门外我爸砸累了，临走时不忘放了句狠话：“林贤，你给我等着，看老子明天不扒了你的皮！”我妈开始敲我的门：“林贤，你睡了吗？给妈妈开门啊！”听着我妈故作担忧的语气，我只觉得讽刺，并没有搭理。门外，我妈又连敲了几次，最后彻底没了动静。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准备跟着他们一起回老家。我继续待在这个出租屋，爸妈根本不可能为了我多交1个月的水电费，更不会有多余的钱给我买饭。我弟也早早就起来了，期待又兴奋地打开行李箱。我大口呼吸新鲜氧气，死死盯着这个行李箱，就是它让我丧失了短暂鲜活的生命。这一世，该轮到我这便宜弟弟经历那种孤立无援、绝望到窒息的感觉了。我屏息看着我弟一点点接近行李箱，心跳如泪。谁知就在这时，我后背猛地被人一踹，径直摔进行李箱，头被撞得眼冒金星。我爸边将我的双手捆起，嘴里塞上臭袜子，边恶狠狠骂：“林贤，昨天敢对你老子动手，今天老子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眼睁睁看着从拉链透过的最后一丝光线消失，我爸将密码锁锁上，我忍不住冒出泪花，内心哀鸣：难道我又要重复上一世的悲剧？不，我不要活活闷死在行李箱，我绝不要重蹈覆辙。在黑漆漆的行李箱，我拼命地挣扎，拍打踢踹，行李箱还是纹丝不动。我不顾嘴里的袜子，含糊大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爸踹了行李箱一脚，大声咒骂：“白眼狼！你再敢叫一声，信不信我把这个行李箱从楼梯上扔下去？”听见这话，我不再挣扎，因为我知道我爸真的做得到。我妈还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教：“林贤，你不要怪我们偏心弟弟，要怪就怪你自己。你本来就不如你弟懂事孝顺。再说了，我们本来可以把你丢在出租屋里，但我们怕你孤单，宁愿多拉一个行李箱，也要带你回老家过新年。你应该感恩父母，以后多帮衬你弟弟。”我攥紧手心，内心讽刺：他说这么多，最后一句才是关键吧？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我得保持氧气和体力自救。我静静地缩在狭小又黑漆漆的行李箱，感受到他们已经把我带上去火车站的公交车。于是，我猛用被捆绑的双手敲箱子，想引起周围乘客的注意。不一会，
果然有乘客听到我的求救。你们听见有什么东西在敲打吗？对呀，我好像也听到了。我敲打得更加用力，期待有人发现我。就在这时，头顶传来我爸咬牙切齿的声音：“林贤，你老实点，再敲一下试试，老子马上下车，把行李箱扔进垃圾桶，到时候让你敲个够。”我愣住，停止了敲击。哎呀，我儿子调皮，敲行李箱玩呢。我妈慌忙解释，我弟也配合般的敲打行李箱，两人的默契将我求助的希望彻底堵死。一路上，我不敢挣扎，只能一动不动地任由爸妈将我拖到火车上。我怕我爸真的将我扔在垃圾桶。要是没被人发现，我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秋季校服，还没窒息而亡，就已经被冻死在寒冷的冬天。上了火车后，我妈开始安慰我：“贤贤，你别跟爸妈闹脾气了，好好待在行李箱，别被检票员发现。等下了火车，我给你买双手套。”听到他假惺惺的关心，我冷笑，原来他知道我手上长满冻疮啊。那为什么现在才想起为我买双手套？还不是知道我懂事，心疼爸妈赚钱辛苦，从不主动开口要他买东西。我妈总是在我对她快要失望时，又给我一根骨头，让我产生家人也是爱我的错觉。可是现在关心我，迟了。早在他们一次次为了弟弟将我的生死置之不顾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林贤没有家人，只为自己而活。我永远不会放弃将自己拉出命运的泥潭。所以在火车开动时，我又开始想方设法求救。现在他们在火车上，这么多人在场，不敢拿我怎么样。我只要在车上被人发现，就能避免前世的悲剧。我听到检票员的声音，他渐渐向我们这边走来。这是我们3人的票，2张成人，1张儿童半票。我妈将票递给检票员。我知道机会来了，我开始拼命拍打行李箱，想让检票员发现我。可是火车太过嘈杂，检票员似乎没有听到。我紧咬牙关，拼命敲打，这是我活命最后的希望。终于，检票员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等等，你们行李箱里有什么？”我怎么听到了敲打声？我内心升腾起巨大希望，甚至开始用头和脚敲击，企图弄出更大的动静。啊，哪有什么声音？我妈故作疑问，我爸也附和：“我们行李箱全是衣服，哪来的声音？听错了吧？”我弟开始像打鼓一样胡乱拍打行李箱。我妈讪笑：“哎呀，我家小子贪玩，平时在家就经常把行李箱当鼓玩。林家耀，你快别拍了，吵到别人了。”我妈这么阻止，我弟反而拍得越起劲。哈哈，好玩好玩，反正火车上本来就吵，我敲鼓怎么了？我弟满不在乎。我妈为难地解释：“哎呀，这孩子太调皮了，就是不听话，我们也没办法。”就在我弟一声声的敲打中，我错过最后一次求救机会，眼泪簌簌滚落。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爷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却让命运的缰绳将我死死扯住，挣脱不开？检票员走后，我爸忍不住了，他骂道：“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我们辛苦带你一起回老家过新年，你竟然想让人发现我们逃票，看回家老子不打死你！”我苦涩一笑，不用等到回家，我就会被你们的无知和狠心给害死。行李箱的狭小压迫着我的生存空间，我仿佛又回到前世濒死前的那刻，心不断下沉。不行，我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放弃任何一线生机。我的重生是涅槃逆袭的新生，我一定要改变自己前世悲惨的命运。既然靠发出声音不能引起检票员的注意，我脑子灵光一闪，不能靠声音，那就靠气味。对，就是气味。不知过了多久，爸妈周围的乘客有人疑惑：“哎，你们闻到怪味了吗？”他的这话让众人开始注意空气中的味道。有人突然捂住鼻子，这好像是尿骚味。我妈也满脸鄙夷：“天哪，是谁尿身上了？火车上不是有卫生间吗？是谁这么不讲卫生？”哎，快看，这行李箱下面的水
是不是尿渍？一刹那，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到行李箱，我激动得喜极而泣，终于要获救了。就在这时，头顶传来声音：“嗨嗨，我家小孩不懂事，不小心尿身上了。”我妈故作生气地拍打我弟：“林家耀，你怎么不去卫生间上厕所呢？”我的新的希望一寸寸下沉，我最后求生的希望被我妈打破了，怨气在我体内乱窜，将我整个都要燃烧。为什么？为什么我爸妈要这么对我？老爷爷似乎跟我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却又让我重走前世的老路。我好不甘心啊！妈，我才没有将尿撒在裤子里，是姐姐。我弟一脸不满，这死丫头才会这么蠢，上厕所都不会。你胡言乱语什么？你姐姐又不在这火车上。我妈立马打断他的话语，捂住他的嘴巴，向众人讪笑着解释：“你们别听他的，他平时一惹祸就全推他姐身上，太调皮了。”我在心里冷笑，原来他也知道我弟做错事都拿我顶包啊。可当我解释时，为什么对我大发雷霆？就知道怪你弟弟，你弟弟怎么可能会撒谎？这次一向好面子的弟弟，现在才顾不得这些。他受不了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他怕被同学知道，不想被他们笑话。他将我妈推开，我才没有将尿撒在裤子里，明明就是姐姐，是姐姐，她就在这个行李箱里。说着，他蹲下身子去打开行李箱的密码。我妈阻拦他：“林家耀，你要干什么？”我弟不顾我妈的阻挠，执意将行李箱拉链拉开。行李箱拉开那刻，车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向这边投来，有人惊呼出声：“快看，这里面真有一个小女孩哎！”重见光明那一刻，我知道我得救了，我摆脱了上一世悲惨的命运。几个列车员小心翼翼将我从行李箱抬出，给我松绑。我爸看到我的第一眼，就抡圆了胳膊，重重地打了我一巴掌：“贱丫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我弟看到我的窘迫，也羞辱道：“对呀，这么大了，还尿在身上，羞不羞？”我妈则在一旁气愤又小声地嘀咕：“这死丫头，现在好了，逃票的事被发现了，补票要大几百块呢。”在我妈心里，几百块钱可以给我弟买游戏皮肤，但绝对不能花在我身上。可我妈还没来得及开口跟列车员解释逃票，就走来了几个警察，将他们控制起来。我妈大惊失色，这是怎么回事？列车员阿姨将我抱在怀里安慰：“小姑娘，乖，不怕，现在没事了。”警察眼神锐利扫视我爸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你们为什么要拐卖小孩？”我爸妈这才反应过来，他们这是被当成人贩子了。我爸身体晃动，想摆脱警察的束缚。“冤枉啊！我们不是什么人贩子，他是我亲生的。”警察皱眉，声音一凛：“还敢狡辩？亲生的？你们怎么可能把他绑在行李箱？”我妈也大喊：“我们真的没有说谎，林贤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们不过是为了省钱，所以才将她放在行李箱坐火车的。省钱，把亲生女儿绑进行李箱，还在她嘴里塞臭袜子，你们骗谁呢？”警察的目光越来越凌厉，老实交代，车上还有没有其他同伙？我妈急了，她看向我：“林贤，你快说呀，我是不是你妈？你是不是我女儿？”身边的列车员安慰我：“小姑娘，别怕，周围这么多警察，他们伤不了你。你说他们是不是你父母？”我红着眼，死死看着他们，一言不发。“不是，我父母早死了。”我在心里说，但表面上我还是装作一副畏畏缩缩、惊吓过度而说不出一句话的样子。我弟适时出声：“她是我姐姐，他们确实是我爸妈。”我妈激动极了：“你们听见没？这真是我们亲生的丫头。”警察叔叔又问我：“小姑娘，别怕，告诉我，他们是你父母吗？”这次我终于回答，我直接扑通一下跪到我爸面前，颤抖地抽泣：“爸爸，求求你，别再打我了，我再也不敢不听你们的话了。求你不要再把我锁进行李箱，我好害怕。”我又对我妈说：“妈，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帮衬弟弟。”
我愿意出去赚钱给弟弟买新球鞋，求求你了，叫爸爸别打我了。话音未落，周围乘客对我爸妈指指点点，一脸鄙夷，都什么年代了，还玩重男轻女这一套？对呀对呀，这小姑娘真可怜，就因为她不赚钱给弟弟买球鞋就挨打，还被锁进行李箱，真是受罪啊！列出上售卖员对我妈唾弃：“你们做父母的真是造孽呀！把亲闺女锁在行李箱，万一出什么意外，你们会后悔终身的。”我妈被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却又无法反驳。最后，我爸因为家暴被带去警察局。昨晚，我爸刚用沾盐水的竹条抽得我皮开肉绽，一条条触目惊心的伤痕，现在还格外清晰。警察们都用同情和悲悯的眼神看着我。小姑娘，这些是不是你爸爸打的？我故作惊恐地摇头，不是，是我自己不小心弄伤的。一位女警察叹了口气：“哎，他这都快被他爸打出应激反应了，还在为他爸解释。可怜的孩子。”其余警察也义愤填膺：“这样的人不配为人父母，多狠的心才能对自己的女儿这么抽，还把人锁在行李箱里，这是想闷死他吗？当时小姑娘一定很害怕吧？小姑娘，你别害怕。我们已经好好教育你爸爸了，记住，以后你爸还来打你，你就来找警察。”我的眼泪早就不受控住，簌簌滚落。这是我第一次感受过这么多关爱。我很希望我爸能够被判刑，可是我妈和我弟似乎都忘了，我爸有时也会打他们，只一味为我爸求情，还说我爸把我锁进行李箱只是为了逃票，并不是虐待我。得知自己的老公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我妈甚至彻底卸下了平日慈爱的脸皮。我毫不怀疑，要不是警察在场，她都想打死我。林贤，你果然是个白眼狼，你良心被狗吃了，他可是你亲爸呀，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尽管我的心里早就不拿他们当父母，但我毕竟太小，以后还要仰仗他们生活，所以我只能一昧装成无辜受害者的模样。妈妈，不是的，我已经跟警察叔叔说了，我身上的伤是自己不小心弄的。我眼含泪珠看着我妈，真的，我也不想爸爸被警察抓起来，可我越这样，警察们就越心疼我的遭遇，想为我严惩施暴者。所以，尽管我妈和我弟从始至终一直睁眼说瞎话，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我爸还是被拘留了几天。在我们临走前，警察叔叔严肃警告我妈，虐童是犯法的，你老公已经因为这事进去了，你可不要知法犯法，否则除夕夜你和你老公一起吃的就不是年夜饭，而是牢饭了。我妈听到后，暗地里狠狠掐了一把我的手臂，恨不得把肉都掐下来。我立马痛得惊呼：“啊，好疼啊！在警局里还这么不老实，你是真想和你老公在局里过年啊？”警察鹰隼般的眼神扫过我妈掐我的手，吓得她把手弹回去，笑得谄媚：“误会，误会，一切都是误会。林贤，你说是不是？”我反射性的点头。警察只能严厉的又提醒了他一遍：“再伤害你女儿，我们一定会将你绳之以法。”我妈忙不迭表示：“不敢了，不敢了。”由于火车只开了一站就发生这事，我妈只能带着我们又回了家。一路上，她怨毒地咒骂我：“林贤，你个丧门星，怎么不气死啊？”我攥紧手心，可是妈妈，我真已经死过一次了呀，我不能正面硬刚，只一味装着可怜。妈妈，你以前不是说最爱我吗？为什么现在这么对我？我妈使劲揪着我的头发：“你个白眼狼，不孝女，还好意思说这个？要不是你，你爸会进去吗？就是我以前对你太好了，把你惯成了一个白眼狼。进去的怎么不是你？”呵呵，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不再出声，只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我一定远走高飞，永远不回来，就让他们守着口中最懂事的儿子过一辈子吧。1个星期后，我爸出来了，他一点也没有反思自己的不对，果然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身上，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可是
顾忌到他已经因为家暴拘留过一次，不想在监狱过新年，暂时还不敢对我动手，只恶狠狠地骂我：大过年的，我不想打你，太晦气了，以后你再这么不听话，老子有的是机会收拾你。他们依旧要回老家过年，只不过这次他们不打算带我一起回去。你这白眼狼，以后都别想跟我们回家过新年了，一个人在出租房里撕过吧。他们掏出2张皱巴巴的50，这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省着点花，花完了我们可不管，你就等着饿死吧。我默默看着弟弟手上那双300多块钱的手套，苦涩一笑。好的，在爸妈眼里，给我100块钱的生活费都是浪费吧。我拿着这些钱去找邻居云阿姨给我买2箱泡面，因为我听说网上的泡面更便宜。云阿姨问我：你爸妈怎么不自己买？我平静地回答：他们回老家过年了。听到这，云阿姨一愣：他们回家过年，把你一个小孩扔在这？我不再说话。云阿姨开始吐槽：这是什么父母啊？带着儿子回家过年，把女儿一个人丢在家里，太绝情了。她想打电话给我爸妈问个清楚，我急忙阻止：阿姨，不要啊！要是我爸妈知道我把他们虐待我的事告诉别人，他们会打死我的。云阿姨再次愣住，娜娜道：那怎么办？你父母丢你一个小孩在家，多不安全啊！我低着头，小声说：没关系的，我一个人可以。可是当我露出一张蓄满晶莹泪花的脸时，云阿姨终究是心软了。孩子，你来我家住吧，正好我和老公还没生娃，多一个人在家，我们过年更热闹了。这下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大颗大颗滴露。除夕夜那晚，云阿姨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还叫我一起包饺子。看着窗外一颗颗璀璨绽放的烟花，我想将来我的人生一定如烟花一样绚烂多彩。云阿姨倒了杯可乐给我，愣着干嘛？快吃饭呢！我接过杯子，与他们碰杯，羞涩地说：爸妈，新年快乐。和云阿姨相处的这些日子，她越看我越喜欢，非要认我做干女儿。当时我穿着她给我去大商场买的新羽绒服，戴着她亲手给我织的围巾、帽子、袜子，又流下感动的眼泪。其实我在心里早就把你当妈妈了。这一年，我11岁，再也不是爹不疼、妈不爱的孩子。第一次体会到了家的味道。我没想到，大年初一，我妈就回来了。我飞快套上臃肿的校服，飞奔回家，生怕露馅。一见到我妈，我愣住了，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像是大哭过的样子。难道是我爸打她了？我带着疑惑问出口：妈，我爸和我弟呢？听到这话，我妈像是疯了般朝我扑过来，对着我的脸左右开弓，然后像个恶鬼般死死掐住我的脖子。都怪你这丧门星，害死了他们！你怎么不和他们一起去死？掐在我脖子上那只手越来越紧，巨大的恐惧将我包裹，我仿佛回到了前世濒死的绝望。嗨嗨，放开我！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就在这时，云阿姨带着她的老公闯了进来。你知不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他们将我妈妈拉开，忍无可忍的怒骂：有你这么当妈的吗？竟然对自己的女儿下这么狠的手！摔在地上的我妈哭得泣不成声，都是她这个丧门星，克死了我老公和儿子。从我妈的口中，我才得知了他们回老家过年后发生的事情。原来我弟如前世一般，一下火车就要去看烟花，去看完烟花后，他还不过瘾，非嚷嚷着让我爸妈为他买烟花。一向宠儿子的爸妈自然满口答应，为我弟买了一大堆烟花爆竹带回家，准备让他看个够，顺便让乡亲们看看。他们在外面混得很好，财大气粗买这么多烟花。可是就在除夕夜前一晚，我弟贪玩，拿着仙女棒不小心点燃了仓库里所有的烟花。当天我家起了很大的火，我弟当场被困在火里，而我爸妈当时都在熟睡，根本没发现我弟。等我妈反应过来时，火已经烧到了他们房间。我爸回老家后，天天和兄弟发小出去喝酒，
每天晚上酩酊大醉的回家，我妈根本推不醒他。等他迷迷糊糊醒后，我妈扶着他逃跑时，我爸被掉下来的横梁砸中脑袋。我妈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先去找我弟。后来漫天大火中，只有我妈侥幸逃出来了。听到这些，我唏嘘不已。冷静过来后，我妈就像变了一个人，对我好得不得了，带我去买新衣服，天天做我爱吃的菜，还让我从阴冷的杂物间搬到了我弟那个朝阳的杂物间。他把从前灌注在我弟身上的爱全部转移到我身上，但我内心却毫无波澜。我死也忘不了前世他看到我冰冷尸体说的那句：摊上这样的赔钱货真倒霉，要死也不挑个好时候，非要死在大过年，晦气死了。我说过的，在我心里，我亲生爸妈早就死了。我妈对我这么好，无非就是指望着我将来为她养老。可我偏不如她意，我瞒着我妈填报了一个离家非常远的学校。临走前，火车站口，我抱着云阿姨说：妈妈，等我将来赚了钱，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一到大学，我立马就把我妈所有联系方式统统拉黑，还将自己名字也改了，从林贤改成云舒，白云生远秀，无锡任始终，成化随书卷，摇曳入清空。从前那个渴望偏心父母关爱、卑微又可悲的林贤已经死了，如今的云舒就像云一样，自由自在，豁达洒脱。完结。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